2025年应该可以说是手机外观变化的大年 ，iPhone 17系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家也都做出了对应的改动。但是今年的 vivo X300 Pro，你眼熟吧？这和 X200 Ultra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那你说它是不是换壳加上功能的下放根本没有测它的必要？那也不是。就你看，今年的 vivo 似乎比 iPhone 更早参透了侧面这个相机控制按钮并没有什么用，所以去年有，但是今年果断被砍掉了。取而代之换上了更强的芯片、更加清晰的前后置摄像头、更好的拍照体验，视频甚至还做到了相机才有的 4K 120帧 log 的录制，这在安卓体系里面还是挺少见的。还有这个长焦摄影套装，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种解决方案啊，但是确实看起来很多人很喜欢。那恭喜你，之前只有 X200 Ultra 能用的，现在 X300 Pro 你也可以用它了。所以 vivo 今年的注意力综合看下来，似乎更多的不在外部，而是在它的内部。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台向内进取的 X300 Pro 到底怎么样吧。毕竟这台手机主打的就是影像，那么这次先从影像开讲，然后再和你聊聊日常的体验。那 X300 Pro 这次影像模组采用的方案大概是这样的，光看这些后置的纸面参数，其实和去年相比变化真的没有那么大，或者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感知。那反倒是前置摄像头这次有比较大的升级，用上了一块5000万像素、2.76%的传感器，还有一颗 f2.0 的镜头，这在前置配置里面还是挺少见的。所以你会发现，今年 vivo 和 iPhone 一样，就同样在选择这颗前置上面下了一些功夫。那我们都会好奇它和 iPhone 相比怎么样呢？首先，传感器的像素量上，它们就有比较大的差别。iPhone 只有1800万像素，那同样比例照片 ，iPhone 的分辨率是这样，而 vivo 翻了1倍。所以光从清晰度上来看，那 vivo 是要更加清楚的。照片质感上来看 ，iPhone 拍出来的会更真实一点。那我们用两台手机都拍了一些自拍的对比，你可以主观的看看，你会更喜欢哪一种？那在自拍方面，我觉得今年 vivo 有一点比苹果做得更好的是它的双景录像功能，它是可以让你分别保存为2条独立的视频的，不像是 iPhone 直接给你烧录成一整条视频。那当然，如果你就是想要烧录的话，它也提供了这个选择。那除此之外 ，vivo 还可以选择上下分屏，甚至在这个模式之下还支持你分别调整前置和后置的曝光。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vivo 你既然做了这个功能了，一旦切回到大小分屏的模式，刚刚那个曝光变化就失效了，会有一点奇怪。那至于普通的自拍视频，我觉得综合看下来和 iPhone 的差别没有太大，防抖效果也还不错。除了它没有采用 iPhone 那种方形的传感器，所以没办法竖着拍横屏的视频，所以你横着拿的话，你眼睛的视线还是会有一点往这边走，会有一点点奇怪。但是吧，我要说，我觉得 vivo 今年 X300 Pro 真的可以和苹果的前置打个平手。可能目前唯一的遗憾就是它的前置没有 log 拍摄，但是 iPhone 有，所以后期的空间会相对少一点。那讲完前置，后面这3颗摄像头其实能讲的真的没有那么多，他们更多给我一种把 Ultra 的能力给放在了一台 Pro 的机身里面，但又进一步改进了的感觉。那改进比较明显的就是主摄，现在换为了一块代号叫做 LYT828 的新传感器。那它的尺寸和上一代是一样的，都不是英寸。那假如你还有印象的话，其实几年以前，无论是手机厂商还是用户，都在围绕着有没有英寸这个话题一直在吵。那之前我们听到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传感器越大画质越好。但在手机摄影上，你会发现这几年似乎在慢慢往回走一点，因为光学方面有限制，你手机不能做得越来越凸。另一方面，就是算法和调教的重要程度，其实不亚于传感器本身。那就拿它和上一代相比，同样大小、同样像素量的传感器，但是你就会发现 X300 Pro 会更加的清晰一点，而且两者之间差距还是挺明显的。所以，即便你拿它和有1英寸主摄的手机相比，你也会发现，它的清晰度好像也是能摆一摆手腕的。那除此之外，更加清晰的主摄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它中焦镜头的缺失，尤其是2倍的左右。所以如果你平时喜欢拍拍人像，或者稍微放大一点去拍，那最终的质量确实好很多。那至于超广角和长焦，今年的变化真的没有那么大，可能唯一能让你眼前亮一下的，我能说的就是这个大炮镜头模式，我这么叫它，你现在可以开满2亿像素去拍了，之前是不行的。那怎么说，就是假如你喜欢在拍完照片之后去放大看细节的话，这个东西就真的不是噱头，你会被它爽到的。所以我们就直接看几张照片吧，我不说了。
vivo 对于它手机在拍照方面是否够 Pro 的定义，我觉得和 iPhone 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是在于拍照体验之上 ，vivo 会从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专业摄影师的角度去思考，所以会看到今年 vivo 提供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功能，比如说这个 Live 图像，现在可以直接从视频里面截取出来，这样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去的 Live 图只有第一帧是清晰的，播放的时候巨糊，但现在是从一段完整的视频里面给截取出来，所以整个过程不会有画质的突变。我觉得这个功能对于很多喜欢拍 Live 图发朋友圈的人来说，应该是会很喜欢它的。就你想，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开 4K log 去拍，然后后期精细调色之后再导回手机里面截取出 Live 图，听着有一点麻烦，但是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因为大多数人看图也就在手机上看，所以手机拍的 4K 视频画质本身也够了。这个 Live 图的方案我觉得还不错。那至于日常拍照方面，最后一个你可能会担心的地方，眩光，我知道你一定会提，那我们也测了，它的触发角度范围大概在15到24度之间，这个表现在我们测过的手机里面算是非常靠前的了。我们的大量实拍也确实没有发现会有影响成像的眩光，所以这一次你可以完全放心。所以讲到这里，你会发现今年 vivo 又进一步巩固了自己拍照性能的护城河。就我打心底里来说 ，vivo 拍照真的很厉害。只要你做个对比，你会发现它拍的照片就是非常非常讨喜，不一定是最真实的表达，但就是很多人会喜欢他们的照片。那视频也是 vivo 这个厂商侧重点，他们疯狂的加码，想让这台 X300 Pro 成为安卓视频的佼佼者。今年有什么提升呢？先请你来看一点样片。相信你看完应该能够感受到它的清晰度和动态范围表现都还是挺不错的。我们没有做很复杂的调色，更没有做那些2级调色，就是一些基础的还原，所以应该能感觉到它的真实的表现。那动态范围我们进行了专业的测试，这次3颗摄像头的表现非常平均，可用的都在13档左右，这就意味着不同的镜头拍的画面剪在一起，不会有很强的分裂感。那唯一的不足可能是色彩方面，这颗长焦拍的你会看到有一点点偏红，但是你可以在专业模式下调整色调，把它往回纠正一点。那既然提到了专业模式，那我得吐槽一个点，就是 vivo 的 LUT 监看，从第一台有 log 功能的手机以来，就一直是有问题的，它画面会过曝，色彩会饱和度缺失，色调有点偏，这都到了第3台手机了，结果还是这样，这就导致我们拍摄的时候只能看到这个超级小的波形图去曝光，对于小白或者新人来说是很不友好的一个点，所以我真的希望 vivo 能给它加上一个比较正常的 LUT 监看。那如果你说，哎呀 Tim 你说的这些东西都好麻烦，我就想快点出片，这次 vivo 有什么功能是有价值的吗？那确实还真有一个功能，就是这次它有 4K 60帧的电影人像功能。那你别说里面提供的滤镜还有美颜这个宽幅操作，你乍一看这个效果吧，还挺能镇住人的。那虽然之前这个功能也有，但是 4K 60帧还有长焦的加入，你可以慢放1倍，还能保持光学的虚化，那确实挺适合去拍一些唯美的人像。但是吧，它也会有一些对应的问题，我必须得提一下。首先和 iPhone 一样，这个模式之下，它目前不支持调整曝光锁定，所以会导致它的亮度一直在变化。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看到它人物的背景和边缘就会不停的有一些跳动，就是一直在计算分离开前后景的这个感觉，而且不能在拍完之后再去调整你刚才虚化的程度。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喜欢它给你提供这些滤镜还有美颜的功能，你可以直接默认的关闭景深去拍，这个效果
反而会好很多。4K 120帧 log 视频拍摄，我觉得对于今年的一些专业玩家来说还是挺有价值的。之前的话，你只能两者选其一，要不4K 120丢掉很多画面的高光，要不就是拍摄 log， 但是没有更高的帧率。但是现在它的主摄和长焦都可以拍4K 120帧的 log， 所以你拍出来的画面就是会很丝滑，有很多精彩的慢动作瞬间，但是又保留了高光和暗部的细节。这是我觉得 vivo 目前很独一档的功能。因为它有长焦的、高帧率的、高动态范围的慢动作，我觉得也不用多说，看一点素材最能说明问题。看完你觉得怎么样？我们也会把它免费分享到我们的官网，你可以去下载。因为与其靠我说，你自己看一看画质最能说明问题。就我觉得它拍视频真的已经挺不错了。那你说能不能够替代 iPhone？ 这个是一个本质的问题。其实在去年我们问过一模一样的这个点。那我今年的答案依然是，它和苹果的差距在不断的缩小。但是还没有到替代的地步，原因我觉得有2个。首先是它没有一个视频行业里面的究极拍摄格式，比如说 RAW 格式。虽然我知道这是一个小众的，可能只会有我想用的一个功能，但是我在网上真的看到很多人现在也在拍这个格式，拍出超级棒的画面。这个是能和专业电影机拍摄画面相匹配、剪在一起的一个很独特的规格。但是目前的话 ，vivo 还没有这个规格。那第2点是专业软件适配的问题，比方说今年 iPhone 的评测，我们用的 Final Cut Camera 这个软件里面支持这个片门全开的拍摄、外接硬盘的录制这些专业的功能，目前 vivo 确实还没有配套上。所以我觉得想要打赢 iPhone， 这些功能就即便是一个小众的，但你既然做一台专业的手机叫做 Pro 的手机，似乎是一条必经之路。那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外观还有使用体验。开头我们讲了，它和 X200 Ultra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同样是平直的边框，手感比上一代那种往里收窄的感觉要扎实很多。重量大概在226克左右。今年主打的2个配色，一个是棕色，另外一个是蓝色，你更喜欢哪个？我觉得棕色好像更好一点，它的饱和度不高，会有点香槟色的感觉，看上去气质还挺棒的。屏幕这一次依然是6.78英寸，不过这次除了有2160赫兹 P2 调光之外，还多了一个全 DC 调光的方案。那其实 P2 和 DC 调光这个区别，我难以在这个视频里面1-2句话给说明白，但是我能给你看，就是切换以后，你看屏幕就没有那么闪，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频闪敏感的用户，现在 DC 调光会舒服很多。那电池这次也比上一代提升了一些，充电速度依旧是90瓦的快充和40瓦的无线充，日常使用时都是够的。哪怕像我们这样高强度拍摄，一天最多充2次左右。那性能方面，这次 X300 Pro 搭载了一块联发科3纳米工艺制成天玑95芯片。我们简单测了一下，像是日常打游戏或者挂多后台应用都不会有闪退或者卡顿的情况。那这里我还想多提一点，就是今年这台 X300 Pro 的影像提升，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块芯片的算力还有能效的提升。那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2.1像素的模式算的会更快了，4K 120帧拍摄帧率现在综合来说也都更稳定了。如果你想要看更多性能方面的东西，我们的好朋友极客湾会讲得更详细一点，你可以去看看他们的频道。所以综合体验下来，我觉得今年的 vivo X300 Pro 在影像方面，尤其是视频，可以说还是保持在安卓阵营的领先地位。那你如果问我说以后手机影像还要怎么提升，我觉得综合看下来好像只有2个方向了。第一个是继续转参数和性能更高的分辨率、更好的算法，另一条好像就是朝体验去走了。因为我觉得远参数用户感知在不断的变小，更好的直出滤镜，更方便的日常拍照体验，我觉得也许是他们努力的方向。vivo 似乎2边都想吃，还没有明确的分出一条路子。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点点小心心，记得关注我们，这么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